李道酒后冒犯了公主，被发配至边塞死囚野。结果他意外觉醒了杀敌报属性系统，从此杀人便可无限变强。至此，大钱少了一个纨绔伯爵，多了一个屠戮无数的人血。通过利用宝蝎改造，狼崽和海东青经历了显著的身体和外貌变化，他们的毛发变得更加浓密、闪亮，体型也有所增大。此外，海东青的瞳孔颜色从黄色变成了金色，显得更加神秘而迷人。这些变化不仅让他们外观更加美观，还提升了他们的力量和魅力。一天后，在巷子外，李道牵着一匹黑马，九儿黯然跟随。他轻声嘱咐：“回去吧，你不用再跟着我了。”九儿抹去眼角的泪花，柔声道：“少爷，我会在家等你的。”李道点了点头，一跃上马。马蹄踏响，他毫不犹豫地驱赶着马匹离开，不顾九儿眼中的留恋。对他来说，当兵只是暂时的，无需过多留恋。不久后，李道抵达城北军营，人群聚集。按照规矩，新兵入伍后应前往所属大营报到。然而，他却发现并没有去黄沙镇的车队。寻觅多时，李道不禁皱起眉头。他询问一名守卫士兵，展示报到信：“请问去黄沙镇大营的车队在哪里？”守卫士兵神情古怪：“你被分到黄沙镇大营了吗？”李道追问，但士兵却支支吾吾，显然有所顾忌。最终，士兵只能含糊地说：“那里比较偏僻，你可以自行骑马前往。”李道心中生疑，但知道迟疑无益。他决定前往黄沙镇大营，尽管不明所以，却不愿背上逃兵的名声。不久后，李道找到了昨天才见过面的店小二。他拿出一块碎银，轻轻放在桌上，看着店小二。店小二笑着接过碎银，热情地开始解说。随着他的描述，黄沙镇大营的景象渐渐清晰起来。李道心头涌现出一种奇特的兴奋。危险、混乱、杀戮，这些词语像是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焰。对普通人来说，黄沙镇大营是个梦魇，是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，但对李道来说，它却是个机会，是个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他心里不禁感激起安排他前往这个地方的人，仿佛是遇见了一位贵人。店小二茫然地看着他，心里充满了疑惑。一个人被分到黄沙镇大营，理应是个坏消息，但这位客人却看起来兴致勃勃，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前往。黄沙镇的黄沙风沙吹拂着赵统粗犷的络腮胡子，他手中捏着一封信件，脸上浮现出惊讶之色。在这片黄沙之中，一座小镇孤立于沙漠之上，被称作黄沙镇。这个小镇与北蛮之间有着一段共有的缓冲区域，是摩擦与冲突的焦点所在。在黄沙镇大营的一处营帐内，赵统这位身高近2米的大统领皱起了眉头。新兵？怎么可能？他自语着，手中的信件似乎在诉说着某种不同寻常的故事。黄沙镇多年来，只有因为犯错而被罚来的人，从未有过主动前来的新兵。赵统脑海中浮现出各种猜测，唇边勾勒出一抹苦涩的笑容。这新来的士兵看来是得罪了谁？他自顾自地想着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。心中有数后，他高声呼唤：“来人！”一个士兵闻声而来，他毫不客气地问：“有何吩咐？”老大，他笑笑说道：“告诉下面的兄弟们，今年有新兵到来，别吓到他们了。”李道驾马疾驰，目光专注地朝黄沙镇奔去。远眺扶风关只是匆匆一瞥，他并未停留，只顾着前行。第二天的清晨，黄土小镇的轮廓渐渐显现在李道眼前。他静坐在马背上，注视着前方，心中思量着下一步的行动。与此同时，黄沙镇的城墙上，几名士兵正在巡逻，他们警惕地环顾四周。即便这个小镇以暴躁著称，但他们仍然恪守着岗位，谨守着规矩。李道的到来并未逃过墙上士兵的眼睛，他们立刻注意到了远处骑马来的人影。回想起昨天的警示，他们立即判断出这位来者必定是新兵。决定好行动后，他们等待着李道的到来。当李道终于抵达城门前，一名士兵立即询问：“来者何人？”李道从怀中取出报到信，平静地回答道：“新兵前来报道。”士兵们面面相觑，其中一人质疑道：“我们这里已经多年没来过新兵了，你确定不是来耍花招的？”李道冷静地展示了自己的身份信息，但士兵们似乎并不信服。士兵装出一副看不清的样子。李道知道这是在故意刁难，但他没有发作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那请问两位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”士兵们推卸责任，表示这是李道自己的问题。他们建议李道要么等3天时间，要么自己找人来证明身份。李道没有生气，而是轻轻吹了一个口哨，随即一声鹰鸣响彻天空，一只黑色的鹰在空中盘旋，最终停在李道的肩膀上。这只鹰正是李道的宠物白浅，它飞到士兵们面前，将报道信交给他们。在递交报道信的同时，白浅还顺带传递了一些死货。一名士兵接过信封，却被白浅的粪便打在了脸上。他想要发作，但另一名士兵制止了他。虽然心中不悦，但他们还是接受了李道的身份。现在你们满意了吧？李道淡然地说道。士兵们面色难看，却仍不愿开门。他们告诉李道，守门的士兵因中暑而休息，下一批换防还需3个时辰，要么等待，要么自己开门，这是李道的选择。黄沙镇的城门与一般的城门不同，向上开启。
想要打开这座城门，有2种方式：一是利用内部机关将大门拉起，另一种则是依靠蛮力将其抬起。听了这番话，李道瞥了一眼黄沙镇的城门，发现它与寻常的双开式城门不同。这座城门由横竖许多实心木桩外加铁皮制成，上方留有空隙以容纳大门，而下方的尖锐木头则深深插入地面，确实可以被抬起。他朝着城门走去，2名士兵在墙上见状对视一眼，愣住了。一个士兵嘀咕道：“这新兵是不是傻子，竟然想抬城门？”另一个士兵则调侃道：“想知道，去看看不就行了。”他们俩走了过去，打算看个究竟。李道来到城门前，2名士兵也随之来到城门里面。透过城门中间的缝隙，他们看到了李道，但并未多加理会。李道仔细观察着城门，敲了敲，心想这城门制作时应该用了特殊的方法。虽然是木头，但重量绝对足够，看来并非寻常之物。与此同时，对面的2名士兵看见李道这么认真的表情，心中也是一愣。一个士兵说：“看样子这家伙是真的想试试。”另一个则嘲讽道：“是就是呗，我可真要看看他怎么试。”在2人议论间，李道已做好了准备。他褪去上衣，露出结实的肌肉，显得更加强壮。他蹲下身子，双手放在一根横木下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用力一推，大门开始颤抖，木屑从缝隙中落下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2名士兵内心震惊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。大门缓缓上升，李道的肌肉奔张，青筋暴露，全身散发出恐怖的力量。他不仅将大门举到了头顶，还单手将其顶起，将马匹牵入城内。这一幕让2名士兵目瞪口呆。李道将大门轻轻放下，发出巨大的轰隆声。大门的威压让2名士兵心惊胆战，面对这位猛人，他们只觉得双腿发软。李道整理了一下衣衫，牵着他的马，迈步走向2名士兵。突然间，一声沉闷的响声响起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便看到2人被吓得跪倒在地。李道将目光转向一名士兵：“兄弟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带我去见大统领？我要正式报道。看在你表现不错的份上，就当我替他做了好事。”薛兵勉强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，然后走到前面领路，但明显能感觉到他被李道的气度所征服，才会态度如此缓和。李道的到来立刻引来了一群好事者的注意，他们挡住了去路，调侃着他的新面孔。薛兵心中却是暗自紧张，他知道眼前的这几个家伙并不好惹，一旦动起手来，情况可能会失控。他连忙挡住了他们，试图平息局势，并带着李道前去见大统领。薛兵就出了李道，带着他来到了大统领赵统的帐篷外。赵统在怒气冲冲地磨着刀，见到薛兵进来，他怒气冲冲地指责薛兵擅离职守。薛兵忍耐着，告诉赵统有关李道的事情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名士兵突然冲进了帐篷，报告蛮子再次来袭。赵统怒不可遏，命令全军出战。他对薛兵不耐烦地说：“让李道也跟着一起上战场，事后再说。”薛兵无奈，带着李道离开帐篷。李道询问现状，得知蛮子来袭后，表现出了兴奋。他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，展现自己的实力。薛兵感到有些诧异，但面对局势，他也顾不上太多。他随手牵出一匹马，与李道一同奔向战场。在黄沙镇大营附近的缓冲带内，数百名北蛮骑兵如狼似虎地巡逻着。这一幕让负责警戒的黄沙镇士兵怒火中烧：“该死的家伙，真想一起冲过去教训他们！”一名士兵愤愤地说道。另一名士兵虽然同样愤怒，但还保持着几分理智。等等，他们还没越过缓冲区，不能贸然出手。他警告道：“根据双方的规定，缓冲区内不能发生冲突，只有当对方越过警戒线时，才能采取行动。”这也让对面的北蛮骑兵得以肆意妄为，因为一旦发生冲突，他们就有借口报复大前驻扎在边境的营地，从而导致更严重的后果。尽管大前也能采取同样的策略，但北蛮骑兵的机动性让大前难以望其项背。更令人头疼的是，大前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，因为一些北蛮部落与大前不对付，当前的摩擦正处于高峰期，一丝不慎可能就会给北蛮留下可乘之机，引发更大的麻烦。黄沙镇大营的士兵虽然刚愎自用，但在赵统的带领下，很快就组织起了反击。不一会儿，一支骑兵队伍朝着警戒线处奔驰而去，李道也在其中。当他看到远处的北蛮骑兵，双眼闪过一丝兴奋。骑兵们扬起的烟尘引起了北蛮骑兵的注意，他们迅速做出了反应。领队发出指令，一众北蛮骑兵冲过警戒线，毫不畏惧。这帮混蛋又使出这一招！赵统咬牙切齿地说道。他立即挥手命令：“追上去，务必把他们留在大前境内。”骑兵们转头追击，北蛮骑兵们嘲笑着挑衅，但他们的马术远不及北蛮的精良，只能被甩在身后。一旦北蛮骑兵厌倦了，就往缓冲区逃窜，令大前骑兵束手无策。我们就这样追下去？李道皱眉问道。薛兵苦笑着回答：“除非我们能提前埋伏，但对方的袭击时间毫无规律可循，而且我们这片地区只有我们一个大营，无法得到其他大营的支援，只能一拖再拖。”李道漠然地看着远处，心中充满了无奈。在戈壁滩边缘，一片荒凉景象尽收眼底，峡谷伸展10里，
深邃幽暗，如同巨兽张开的口，等待着猎物的陷落。北蛮领队领着一众骑兵，闲谈着战斗的欢愉。他们嘲笑着大前人的马术，毫不将对手放在眼里。领队挥舞着马鞭，一声令下，一波北蛮骑兵踏入了峡谷。赵统带领的大前队伍紧随其后，但心中并无畏惧。一名百夫长忧心地提醒着可能的埋伏，但赵统却义无反顾地下令冲进了峡谷，准备与敌人硬碰硬。刺头士兵们奋不顾身地跟随着，仿佛被点燃了战斗的热情。然而李道却在马匹停下时提出了异议。他看向峡谷的山壁，决定另辟蹊径。薛兵对此感到迷惑，但李道已经毫不犹豫地跃下马背，开始向峡谷山壁攀登。他携带着马匹的箱子，毅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。薛兵目瞪口呆地目送李道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山壁之上。李道依靠着惊人的蛮力，如猛兽般穿梭于峡谷之中，迅速登上了最高处。从峡谷的高处俯瞰，他能清晰地看到北蛮骑兵奔驰而过，而黄沙镇大营骑兵却在远远落后，无法追上。峡谷裂缝间的景象让他心生一计，他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峡谷尽头，心中暗暗决定要追上他们。李道背着沉重的箱子，像狂风一般在峡谷的峭壁上奔跑着。随着他的步伐加快，速度愈发迅猛，甚至超越了骑马的速度。他放弃了坐骑，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什么生物能比得上他的奔跑速度。而在峡谷深处，北蛮领队率领着北蛮骑兵穿梭，碎石在他们脚下轻易被踩过。他们嘲笑着身后追赶的大前骑兵，挑衅的言语在峡谷中回荡。赵统等人闻言，心头怒火熊熊，但却无可奈何。突然，北蛮领队发现了峡谷出口的一抹亮光，他哈哈大笑道：“哈哈，看来又是我们赢了。”然而，就在北蛮骑兵们策马欲冲出峡谷时，一声巨响在出口上方响起，大量碎石从天而降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北蛮领队心头一紧，急忙下令撤退。就在他们备受困扰之际，一个人影突然从天而降，砰的一声落在陡坡上。李道扬起尘土，出现在北蛮骑兵面前。北蛮领队惊讶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李道轻笑道：“在这种时候还问我是谁？”北蛮领队心头一沉，明白眼前这个人并非善类。清晰而嘹亮的马蹄声逐渐进来，他深知再无等待的余地，无论面前是谁，阻碍他们的道路必将面临死亡。北蛮领队毫不犹豫地下令：“击杀，冲出去！”北蛮骑兵听命于号令，毫不犹豫地向李道冲来。李道微微一笑，伸手解下腰间玄铁刀，打开箱子，显露出其中的龙纹戟。他轻抚己身，自语道：“也该试试这无双戟法了。”北蛮骑兵率先冲至李道身前，挥舞着弯刀猛烈劈砍。瞬间，一声贯穿的刺耳声响起，北蛮骑兵被长戟挑飞，鲜血如泉涌而出。李道发现龙纹戟的神奇之处，血液不沾染其身，不会流淌在戟身上。他一挥戟间，将尸体甩飞出去。久违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：杀敌一人，获得属性 0.23。北蛮领队面色阴沉，命令全军围攻李道。北蛮骑兵纷纷发动冲锋，迎面来。李道眼中闪过一抹战意，单手握紧龙纹戟，横扫而出。一连串的刺啦声响起，北蛮骑兵和战马被戟上的钢器斩成两段，而后续的骑兵却依旧前仆后继。无双，乱舞！李道挥动着龙纹戟，空中留下无数残影。所有冲至他身边的北蛮骑兵纷纷成为战场上的碎肉，鲜血四溅。短暂的时间内，数十名北蛮骑兵倒在他的戟下。突然，一道阴影掠过天际，一名北蛮骑兵从众人头顶飞过，试图绕过李道。但下一刻，一把长戟贯穿空中，直接贯穿骑兵和战马。所有人静止，目瞪口呆，看着长戟中的骑兵和马匹悬浮在半空中。李道心怀痛快，没有丝毫的愧疚。对于北蛮的残忍，他早已深恶痛绝。杀戮对他而言，如同杀一只无害的昆虫一般，心如止水。他挥动龙纹戟，指向剩余的北蛮骑兵，露出一抹笑容：“诸位，为何还不上来赴死？”这句话仿佛定在北蛮骑兵的心头。在他们眼中，李道已不再是人，而是一只凶恶的魔鬼。突然，一名北蛮骑兵彻底受不了心理压力，掉头就逃。随之，更多的北蛮骑兵选择了逃跑。在他们眼中，与李道对战没有胜算，与大前骑兵抗衡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北蛮领队气急败坏地看着逃窜的士兵，转身朝着李道猛冲而去。在半空中，弯刀附着着一抹若隐若现的真气。李道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凝定心神，迅速判断对手的实力。他察觉到这名北蛮领队已是后天一品巅峰的后天武者，而且已经触及先天武者的门槛。李道目光淡然，手握龙纹戟，毫不犹豫地迎击而上。两者交锋，一声脆响过后，弯刀裂成数段，北蛮领队惊骇失色，但他已无后路可退。龙纹戟毫不留情地穿透他的脖颈，将他抛尸而出。北蛮领队奄奄一息，终于断了气息。杀敌一人，获得属性 3.41。李道收起戟，冷漠地看着地上的尸体。剩下的北蛮骑兵看到此景，惊魂未定。一位后天一品巅峰的高手竟然如此轻易地被击败，让他们顿时心生绝望。他们意识到与眼前之人对抗毫无胜算。
转身欲逃，却见李道已经追了上来。他们如同走投无路的羔羊，李道则是无情的猎手。一场悲惨的屠杀拉开了序幕。李道独自提戟追杀着北蛮骑兵，血光之中鲜血飞溅，生命垂危。与此同时，赵统率领手下紧追不舍，眼见峡谷出口在望，希望又重新燃起。然而北蛮骑兵却掉头迎战，他们不再是追杀者，而成了被追逐者。赵统心中不解，这些北蛮骑兵为何如此仓皇逃窜，究竟在逃避着什么？不过此刻已无暇多想，他下令全体警戒，不留一人，谁敢懈怠，谁就受到严惩。士兵们纷纷应命，迎战敌军。双方厮杀在一起，剑光弯刀交错，血雨纷飞。北蛮骑兵似乎被激发了疯狂的战意，短时间内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。而在另一边，李道追击的踪迹渐行渐远，最终发现了北蛮骑兵与黄沙镇大营的军队相遇。黄沙镇大营内残阳斜射，沙尘飞扬，鲜血染红了黄土。北蛮骑兵在黄沙镇的刺头们围追堵截下，终于在无尽的黄沙中节节败退。300北蛮骑兵袭营，如今尸横遍野，大半都在李道的手中化为尸骸。他的剑刃在沙尘中闪烁，与北蛮骑兵展开了殊死搏斗。虽然他们在李道的恐吓下愤然反击，但面对黄沙镇的刺头们，他们终究力有不逮。不多久，最后一名北蛮骑兵也在黄沙镇大营的刀下倒下，结束了生命。呼，解气！赵统眼中闪过一丝爽快之色。这些日子他一直忍耐，如今终于等到了反击的机会。然而他很快又陷入了沉思。北蛮骑兵的行动让他产生了疑惑，这些人是何苦自寻死路？而且按照地上的尸体数量，应该还有一半的北蛮骑兵不见了，他们去了哪里？他的视线随着峡谷出口方向移动，突然间他愣住了。不远处，李道独自蹲坐在一块石头上，轻描淡写地挥动着手中的报道信。赵统感到诧异，这个新兵是何时悄悄出现在这里的？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赵统皱起了眉头，他对李道的出现感到困惑。在他的注意力未及时转移之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打破了沉默。赵统转身一看，正是薛冰。薛冰露出惊讶的表情，他走到赵统身边，低声对他说了几句话。赵统听后不禁眉头紧锁，他开始怀疑这一切的真实性。赵统深吸一口气，他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。如果薛冰所说属实，那么李道的身份将给黄沙镇大营带来巨大的变数。此时其他士兵们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他们只知道李道是一名新兵。然而赵统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决定先确认真相再做打算。全体上马，我们去峡谷出口找找剩下的北蛮骑兵。赵统下令道。士兵们听到北蛮骑兵3个字，立刻忽略了李道的存在，一个个兴奋地上了马。黄沙镇大营的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峡谷出口处。当他们靠近时，一股浓烈的血腥气扑面而来，让所有人都不由得停下脚步。他们望向前方，只见一幅惨烈的场景。不论是赵统还是其他刺头们，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。这里的惨象远超他们之前所见过的战场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，只有残肢断臂，血肉模糊。赵统回头看向身后静静坐在马上的美少年，李道的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，但与周围的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，仿佛有种诡异的气息笼罩着他。这让赵统感到一丝不适，觉得眼前的景象与身后的这个新兵有些格格不入。但薛冰之前的描述却让他只能将这一切与李道联系在一起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意识到可能遇到了黄沙镇大营建立以来最棘手的对手。赵统下马，踏着血坡走向尸堆，众人都跟随在他身后，好奇地观察着。终于在尸堆中，赵统发现了他寻找的目标，那名曾多次挑衅黄沙镇大营的北蛮领队的尸体。他蹲下身来仔细观察，尸体的脖颈处有一个巨大的伤口，几乎将整个脖颈撕裂，但身体其他部位却没有其他伤痕。赵统闭上眼睛，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惨烈的画面。当他睁开眼睛时，露出了震惊的表情。这是被一击必杀的伤势，完全没有反抗的痕迹。他想起云启成的情况，思索着这位新兵的实力为何如此强大。一名百夫长忍不住询问：“老大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赵统直言道：“想知道的话，直接问问正主。”他的目光转向李道，李道面带微笑，但血迹在面颊上显得格外诡异。赵统对李道说：“今天要感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可能无法捕获这些北蛮人。”李道回答道：“只是为了大前边关的安定而已。”赵统陷入沉默，他无法理解李道的想法，但对于眼前的局势，他知道必须小心应对。北蛮骑兵覆灭，战场残余的呼喊声逐渐平息，一片死寂中，统计战功的士兵快步走向赵统，地上记录着战果的纸张。赵统接过纸张，目光一扫，瞬间呆住了。那新兵竟然击溃了153名北蛮骑兵。士兵肃然回答：“是的，将军，根据现场的统计，共计153人，包括北蛮领队在内。”赵统倒抽一口冷气，意识到有些事情若不经统计，真是难以想象。他的目光转向远处，看着那个独自坐在石头上整理长戟的身影，不禁自语：这家伙真是个杀人狂。然而他又忍不住暗自庆幸，若是将来这位杀星成了自己的手下，
日子倒也不会无聊。然而转念一想，面对对方的实力，他心中也不免有些忧虑。不过有实力的刺头总比没实力的废物好。赵统站起身来，发号施令，战场清理完毕，撤退。夕阳渐渐隐没在地平线一片营帐周围，士兵们在井口边洗漱，汩汩的水声和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。薛兵不停地脱着衣服，向周围的士兵们夸耀着，他眼中闪烁着自豪。你们可别小瞧了我们新来的那位，他可不好对付。听我说，你们听过黄沙镇的铁木大门吗？足足有5000斤，可那新兵竟然轻松抬了起来。我和赵广当时简直吓傻了。他的话引起了周围士兵们的疑惑和不信，在他们的想象中，5000斤的重量根本不可能，即使是再强大的人也难以做到。李道进入营帐后，那人环顾四周，找到一个空铺，将自己的东西放了上去。嗷呜！突然一声嗷叫响起，一只黑色的小动物从布袋中窜了出来，是一只熟睡中的小黑。他搓了搓小黑的头，坐在床铺上，心中默念着：面板。主人，李道，体魄 126.03， 可用属性 39.46。看着屏幕上的数字，他微微一笑。今天杀了100多名蛮子，收获了不少属性点，足以占据他总属性的1/3。他暗自庆幸在黄沙镇大营的遭遇，这里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宝地，感激之情涌上心头。他默默地向那位安排他来这里的人道了谢。李道静坐着，闭着眼睛，心中默念着加点，一股热流涌入他的身体，改造着他的每一寸皮肤。数十个呼吸之后，热流消散，他重新打开眼睛，查看自己的面板。主人，李道，体魄 165.49， 可用属性0。他感受到体魄的增强，皮肤的防御性得到了提升，使他更加坚不可摧。此外，体魄的强化也使他的宝血得到了增强，流动更为畅顺。他甚至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意念在影响着身体内的血液。随着洗漱完毕，士兵们陆续进入帐篷，薛兵和张猛也随着他们进入。薛兵略带惊讶地发现，大家都异常安静，没有了往日的嬉笑声。张猛进入帐篷后，与李道对视，心中涌起一股异样的感觉。他咬了咬舌尖，强行清醒，尴尬地问道：是否打扰了李道？李道淡然回答：帐篷是团体营帐，自然不会打扰。张猛松了口气，走向自己的床铺，其他人也跟着进来，一个个默默无语，不敢有丝毫妄动。薛兵观察着这一切，心中不由得感到诧异，这与平日里的情景截然不同。他们如同一群被困在森林里的野兽，聚集在一起，各怀心思，各自张牙舞爪。李道的出现犹如一头远古霸王龙突然闯入了普通野兽的聚集地，巨大的压迫感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。薛兵因早已见识到双方的差距而显得相对从容，但其他人却难以接受这股压迫。李道身上的气息让他们感到不安，但他又似乎什么都不做，只是静静的在那里。这种局面让所有人感到无比尴尬和不安。突然，第6营帐内传来一声剧烈的动静，打破了沉寂。我忍不住了。张猛凶狠地站起身来，吓得其他人目瞪口呆。他怒气冲冲地朝着李道大声喊道：新兵，我要和你比试！李道微微一愣，随即露出淡淡的微笑，放下手中的书，轻声说道：好的。这一句话激起了其他人的情绪，纷纷表达出对李道的不满和挑战。新兵，你以为你有多强？我们可不是好惹的，今天我要让你知道规矩。一时间气氛紧张而火爆。薛兵站在一旁，一脸茫然，却也感受到了来自过去的熟悉感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突然变得这么暴躁。李道从床上站起来，目光扫视着众人，轻声说道：那么你们一起上吧。几名士兵立刻朝着李道扑去，试图控制住他。他们一开始觉得这个任务冒险而困难，但很快就发现他们轻而易举地控制住了李道。他们高兴地喊道：来吧，让他尝尝厉害，给们点教训，上！然而下一刻，他们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压力从李道身上传来，然后整个世界仿佛都在颠倒。他们被李道摆脱了控制，飞出了营帐，直接撞到了其他人身上，导致一片混乱。李道拿起一根细长的竹竿，目光冷漠地扫视着倒地的众人。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们的。随后，第6营帐内响起了一片凄厉的惨叫声。10几分钟后，李道将已经变形的竹条丢到墙角，坐在自己的床铺上。在距离他不远处，除了薛兵以外，所有第6营帐的人都挤在一起。他们全身上下尽是被竹条抽打出来的痕迹，看向李道的眼神充满了惧怕与憋屈。这种被单方面碾压的感觉让他们不得不投降。李道看着以张猛为首的一行人，直言道：服了吗？所有人齐齐点头。还挑战我吗？所有人又齐齐摇头。李道轻轻叹了口气，心中有些得意。他知道这一战他赢了。张猛等人对视一眼，小心动弹起来。有人忍不住小声说：老张都怪你，没事乱叫什么，让大家都挨一顿打。张猛咬牙切齿地回答：你当我想挨打？这时有人说：你们说我是不是有点贱啊？之前他在的时候感觉浑身不舒服，结果挨完这顿打，我竟然感觉自在了许多。此话刚出，大家都陷入了沉默。薛兵来到众人一旁，悠悠说道：咱们既然打不过，为什么不选择加入他呢？听见这话，一行人都愣住了。薛兵开始解释道：
以那位的本事，显然不可能一直都是小兵，估计很快被提拔上去，到时候肯定会统管一些人。你们无非就是害怕他以后针对咱们，但如果咱们成为他的自己人，就可以避免这一点了。反而大树下面好乘凉，把他想象成自己人。你们不觉得咱们不仅不应该害怕，反而还会有种莫名的安全感吗？众人陷入了思考。张猛心中有些复杂，本来按正常情况来讲，他是刺头中的刺头，被教育一顿后肯定是想方设法的报复。但是他听完薛冰的话后，心中却有一种莫名的激动。他感觉冥冥中有一种感觉在引导着他。犹豫了片刻后，张猛决定跟着自己的感觉走，点头道：那咱们就试试。在大前国土边境北蛮平原的深处，耸立着一座王城，属于北蛮大型部落之一塔木部落的中心。此刻塔木王与他的部下们齐聚王殿，气势如虹。塔木王已过50，却仍然身躯挺拔，满面英气。这番雄心壮志源自于他多年的辛勤经营，使得塔木部落不断壮大，即便与历经岁月沉淀的大型部落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他甚至希望在有生之年将塔木部落提升至超大型部落的水平。北蛮国土辽阔无垠，数百部落中只有4个超大型部落镇守皇庭四周。若他能将塔木部落推向这一境地，将成为独立于皇庭之外的特殊存在，位高权重，仅次于北蛮皇帝。他的心中涌动着热血，若是他的子孙中诞生一位英勇之主，那将……然而塔木王心头不免有些烦扰。最近原本一切顺利进行的计划突然出现了波折。几个月来，他们的安排屡遭破坏。首先，洛云部落3王子在与塔木部落商谈盟约的途中惨遭暗杀，导致2部落关系恶化，险些结下梁子。其次，与烈火部落的交易遭遇劫掠，10万剑士化为乌有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一位烈火部落长老的后裔因此丧生，险些导致2部落关系破裂。再者，与大前明月公主的和亲之事，竟在北蛮境内被伏击，令他感到颜面尽失。这些不顺之事令他十分烦恼，几乎是诸事不顺，一件接一件。然而，近1个月来，情况渐趋好转，事物逐渐回归正轨。塔木王缓缓睁开眼睛，目光如炬地扫视着下面的群臣，最终停留在一个人身上。森图，洛云部落的事情如何？他询问一位身穿衣服的胖子。森图半跪在地，恭敬地回答：王上，洛云部落内部已渐趋稳定，鹰派掌握了话语权，他们同意结盟，但要求颇多，不敢擅自决定。塔木王冷笑：他们要求何等？要求牛羊2万，骏马3000匹，金银，以及计划成功后的20%利润。20%利润？塔木王不禁嗤笑，甚是贪心。告诉他们我们愿意，但需他们提供1半兵力支援。若不同意呢？若不同意，告诉他们我们可向他们的敌人呼延部落求援。森图眼中闪过一丝兴奋，呼延部落与洛云部落有旧怨，必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塔木王点头，森图离去。接着他询问另一人森达，烈火部落的情况如何？森达直言不讳，烈火部落希望我们将一处中型铁矿山交给他们。塔木王思索片刻，最终同意，并吩咐尽量争取更多装备，以武装部落子弟，减少伤亡。想到这些麻烦事，塔木王心头颇感不快。若当初能顺利解决，又岂会有现在这般困扰？塔木王揉了揉太阳穴，又将目光投向身材壮硕的将领森格：我让你最近负责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？将领森格站了出来，回王上，之前的骚扰计划进行得相当顺利。大多数靠近缓冲地区的大前营地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干扰。起初他们还竭力追击我们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渐渐发现我们只是在耍他们，于是开始懈怠了。那今天与我们纠缠最久的黄沙镇大营发生了什么情况？派出去的骑兵小队至今未归，很有可能已经遭到了牺牲。塔木王问道：黄沙镇大营，就是之前我们摩擦最激烈的那个大营？没错，王上。那除了黄沙镇大营外，其他地方都进展顺利？是的，王上。塔木王点了点头。好，只是一个地方出了问题，等其他地方都安顿好了，我们就专门对付黄沙镇大营。塔木王扫了一眼在场的众人，这段时间对我们来说很关键，你们务必将手头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否则一旦出了差错，全家都要为此负责。是。众臣齐声应道，一齐半跪在地。第二天清晨，李道来到井口边，正准备提桶打水，突然感觉水桶被一只手抢走了。他一愣，随即见到是张猛笑嘻嘻地站在一旁：李哥，我来帮你。李道并未生气，接过水桶，感激地道谢。张猛笑着说：李哥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客气呢？李道心想，他和张猛长相差别不大，不知为何张猛说的好像他老了一样。不过既然有人愿意帮忙，李道也没多想，只是点头表示感谢。张猛随即提议跟李道投效，称呼他为老大。李道略感诧异，但没拒绝，只是表示自己现在还只是一个普通兵。张猛却说，他们相信李道的实力，相信他很快就能得到提拔。经过一夜的接触，李道确实对这些人的实力有了一定的了解。相比于他之前接触过的士兵，这些人确实更加精锐。他们19个人自发来找他，让李道感到意外，但也看到了收服他们的可能性。这些刺头虽然难以驯服，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控制。
李道觉得或许可以尝试将他们纳入自己的麾下。李道看着张猛等人的期待目光，露出一丝笑容，暗自思量着自己的未来。他决定先努力提升自己的地位，然后再考虑收服这些人。张猛等人提到大前王朝的军爵制度，表示李道的战功足以让他得到提拔。薛兵更是说，他们相信赵统领会赏识李道的表现，让他得到更高的地位。就在他们谈论未来时，一名士兵走了过来，询问李道。薛兵等人立刻将士兵围住，询问他找李道有何事。士兵有些慌张，但还是说是赵统领让他找李道的。不久之后，身披厚重战袍的李道踏入了赵统的营帐，一声赵统领，赵统抬头相望，见到来者是李道，便欣然一笑，来得正好，我正在核算你的战功，准备给你相应的封赏。手持着一本册子，他解释道，根据大前的战功计算规则，普通外敌士兵一人值1份战功，而北蛮骑兵作为特殊士兵算作2份战功。此外，根据修为的高低也有不同的加成。提到这里，赵统又顿了顿，接着说，不过有一件事需要告诉你，因为除了北蛮骑兵的领队知晓他们的具体修为外，其他骑兵并不清楚，所以只能按照普通战功计算。只有北蛮骑兵领队能单独按照修为给你算上战功，你明白了吗？李道点了点头，明白了。很好。赵统继续核算道，你共击杀了153名北蛮骑兵，获得了306份战功。由于北蛮骑兵领队职位特殊，每人可算50份战功，再加上后天一品的修为，额外再给你加100份战功，因此你昨天总共获得了456份战功。赵统看向李道，感慨道，你的战功创下了黄沙镇大营新兵首战的记录，目前除了我和几名百夫长，没有人的战功能超过你。你应该了解我们大前的军爵制度吧？李道点头，作为一名新兵，他对这方面有所了解。大前的军功爵制度与秦朝不同，分为30级，各级别有不同的特权。最高级别的军功爵位相当于亲王地位，但至今尚无人达到最高级别。这是因为除了战功数量外，最高级别的爵位还有其他特殊要求，如成功完成一次灭国之战。然而现在周边百国已经统合成少数王朝，难以发动灭国之战，因此最高级别的爵位几乎成了虚设。但即使如此，仍有众多人奋斗着，因为即便是低级别的军功爵位也是值得一生奋斗的目标。李道还知道军功爵无法世袭，必须通过交换爵位来世袭贵族地位。赵统接着说，你可以申请4等军爵，每一等需要100份战功。战功不仅可以通过杀敌获得，还可以通过完成军营任务等方式获取。不过战功晋升只是初期较快的方式，后期需要完成更多的任务或立下更多的功劳。不过我可以破格提拔你为百夫长，你愿意吗？李道毫不犹豫地点头，当然愿意。赵统笑道，我就知道。他继续说，由于你是新兵，可以先担任使长，学习统领技巧，第6营帐的人就归你管理了。李道表示同意后离开了营帐。赵统望着他的背影，感慨道，这个人虽然是新兵，但非常出色。他一时语塞，不知如何形容李道。最终他笑了笑，他绝对是黄沙镇大营的宝贵人才。李道回到第6营帐时，薛兵、张猛等人立刻凑了过来。薛兵充满好奇地问道，老大，赵老大叫你过去是为了什么？李道淡淡一笑，晋升。真的？张猛好奇地追问，升了什么官？爵位又是什么？李道轻描淡写地说，4等军功爵。4等？薛兵眼中闪过一丝喜色，老大，那你就能领兵了？领兵？张猛连忙接话，那我们去找赵老大，看能不能调到你的队伍里。李道摇头，不用了，赵统领已经将你们19个人划分到我的队伍里了。一群人听后纷纷露出喜色，薛兵更是直言道，老大，看来赵老大真的看好你，一般使长领兵10人，你这边几乎翻了1倍。张猛长叹一声，我这些年算是白混了。薛兵不屑地说，你至少混到3等军功爵，我们大多数还只是1等。张猛笑道，还不是我够强。这番对话结束后，李道心中不禁一动，他问道，你们想变得更强吗？薛兵等人齐声表示想要，但他们也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。李道说，我这里有一种练兵法，可以让你们短时间内变得更强，你们有兴趣试试吗？薛兵等人惊讶地询问，真的吗？李道肯定地点头，但是练起来会很苦。苦又怎样？我们又不是怕苦的人，练兵而已，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我们已经忍受过更痛苦的事情了。一群人一致表示愿意尝试。李道笑道，希望你们真的能坚持下去。他们纷纷点头，表现出坚定的决心。虽然笑容温和，但薛兵等人却感到了一丝压力。不过他们早已习惯了生死边缘的挣扎，对于一点苦头，他们丝毫不在意。当天下午，李道找到了赵统，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意愿，想要练兵，而赵统则表现出了惊讶和怀疑。赵统问道，你说你想练兵？李道坚定地回答，是的，张猛他们想变强，身为他们的上级，自然要支持他们，他们的成长也是我的成长。他强调了团队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力量的局限性。赵统对此有些疑虑，他不相信张猛这些人会听从李道的指挥。然而
李道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：他们挺乖的。这让赵统有些不知所措。随后，李道向赵统介绍了他的计划，不是依靠功法，而是一门家传的练兵法。赵统听后露出惊讶之色，因为拥有家传练兵法的人通常都不简单。赵统询问了李道的来意，李道委婉地表示需要资源支持。赵统开始有些不满，认为李道在为自己谋取利益。李道则巧妙地将责任推向赵统：你的手下士兵变强了，你也算是变强了。他以利益为诱饵，让赵统不得不考虑支持他的请求。赵统开始犹豫，但李道一再强调投资的重要性和未来的收益，甚至提到他练的兵种在历史上已经消失几百年，这让赵统心动不已。最终，赵统被李道的话说服了，虽然心里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但还是同意提供资源支持。3天后，尽管赵统心情有些不愿，但为了满足李道的需求，一些必要的物品很快就被采购回来，送到了李道的帐篷前。在第6营帐外，张猛等人好奇地注视着李道将各种物品放入篝火中的铁锅里。薛兵忍不住问道：老大，你在煮什么？李道一边煮一边解释道：这是帮助你们提升实力的。张猛嗅了嗅空气中的香味，眼睛一亮：老大，这难道是炼药吗？闻起来确实不同寻常，不知道效果如何。李道用奇怪的眼神瞥了几人一眼：谁告诉你们这是要喝的？那这是用来干什么的？这些是外用的，是为了防止你们练功过猛，避免意外导致伤亡。第6营帐的众人一片疑惑。好了，别打扰我了，这东西练起来很难。难练？一行人顿时陷入沉默，他们只是觉得这个过程看起来很随意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一切都得益于李道对炼药技术的精湛掌握，以及对自身能力的细致把握，这才使得他能如此轻松地完成。李道不断增强的脑力，使得他在学识方面的天赋达到了一个可怕的水平，他已经掌握了过目不忘的基本技能。随着知识量的增加，他的真正能力也逐渐展现出来。经过1晚上的炼药，李道准备好了一段时间内所需的练功物品，接下来便可以进入正式阶段。然而在正式开始之前，他觉得有必要教导这些人一些基本的道理。第4天清晨，第6营帐内的一行人看着眼前堆叠如豆腐块般的被子，露出怀疑的表情。这种叠法也太奇特了吧！老大，这有必要吗？练这些能有什么用？李道看着众人，脸上带着淡漠的表情。看来我还需要教你们如何服从命令，以及学会遵守规则。当时众人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，直到看到李道从背后拿出一根嫩竹条，他们的表情都僵在了脸上。不会吧，又是这一套？半个时辰后，黄沙镇的训练场上，一群士兵站立在中央，姿势笔直。李道手持细长的嫩竹竿在他们身间穿梭，突然间一抹绿影闪过，竹竿猛地抽在一名士兵腰上，士兵倒吸一口凉气，瞬间挺直了身子。张猛忍不住开口询问休息时间，竹竿随即抽在他的背上，让他倒吸一口凉气。李道提醒士兵们不要擅自开口，张猛只得恭敬地报告。李道告诉他们要一直站到饭点，引起了一片苦恼的抱怨声。在长时间站立的折磨下，士兵们逐渐领悟到了李道的用意，他们不再挨竹竿，而是开始专注于坚持。2个时辰过后，士兵们终于可以放松，但因为长时间的站立，他们的双腿已经麻木不堪，让人推了一下才勉强坐下。李道解释，这种训练是为了锻炼他们的意志力，而不是简单的站立动作。在吃饭时，张猛等人吃饭时爬进了营房，引起了其他士兵的惊讶，甚至连赵统也不禁露出怀疑的表情。李道轻松地解释了这只是基础训练，赵统对此感到无语，但也对李道的能力深感敬佩。7日匆匆，兵家岁月匆匆而过，黄沙镇大营安定如初。李道将心思倾注在对张猛等人的训练之上。训练场上，他们聚精会神地执行着李道的指令，如同钢铁般的纪律。7日之后，基础训练完成，成效显著。张猛等人对李道的指挥信任至极，举手投足皆遵循军规。夜幕降临，第6营帐内，经过1天的训练，众人疲倦地躺在床铺上，每人的床铺上都摆放着一块整齐的4方块。李道走进帐篷，顷刻间一道黑影扑面而来，他轻松地抓住，那是他身边的小黑。小黑在李道身边生活不到半月，体型已经急速增长，如今已是膝盖高度。另一处放养在外的白浅也出现异象，展翅近2米。李道轻轻拍了拍小黑的头，笑着责备道：你还小，不要调皮。张猛从床上坐起，询问道：老大，我们何时开始正式训练？李道思索片刻后回答：明日即可。众人听罢激动不已，但心中也难免忐忑，他们能否承受正式训练的压力？然而他们是刺头，胆怯何从？李道看着众人的表情，心中暗自点头。这些人的素质很高，他决心将他们打造成优秀的战士。时间飞逝，半月过去，艳阳高照，训练场上第6营帐的19人站在太阳下，赤裸着上身，手握近3米长的长矛，长矛的前端挂着石块，根据个人体质不同而重量不同。他们站立不动，汗水顺着皮肤滑落。李道手持竹竿在旁巡视。铁浮屠重甲骑兵的核心武器是长矛，用于临阵冲锋。李道目光落在队伍最前方的张猛身上，他被选为临时队长，
因为修为高，体质强，要是胡子在就好了。李道心中黯然，他对徐虎充满期待，若能让徐虎成为铁浮屠，队伍的实力将大幅提升。然而徐虎暂时不可能归来。李道看了时间，命令休息。张猛等人松了口气，放下手中的长矛，涂抹上黑色药膏，一阵刺痛传来，虽难忍又难耐，但他们依然坚持。抹完要去吃饭，今日我们轮到巡逻缓冲区域。李道下令，众人应声而去。